几块腹肌啊？6块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就欢迎阿伦老师上我的频道。谢谢，非常的荣幸。今天我会和阿伦老师来一个水上乐园，对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夏天的夏日清凉吧。你敢上我这个栏目，肯定是说明你这个身材非常好的，是不是？还好吧，我就给自己打个6分及格，可以吗？你现在还做空少吗？我没有做了，我已经离职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准备以后做什么？当健身教练了。你们那个班次里面，空少里面算身材最好的吧？算练的还可以的。为什么要练那么大？自己喜欢啊。那你为什么要离职呢？想回家过个年，从业6年了，基本上没在家里过过年。哇，我要哭了！空少不应该赚很多吗？哪有啊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样，只是说刚好够温饱而已了。应该比那个健身教练要好很多吧？只是说要稳定一点。但是健身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事，因为我非常热爱健身。你今天头发是很用心的在抓的，因为这个头发的话会让我增高3厘米。我对外宣称185，但你这头发也太夸张了吧？用了我半瓶那个发蜡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出发去玩了。出发。阿伦老师会不会是这个景区里面身材最好的？不敢这样说，不敢这样说。万一你是身材最好的，我亲你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你身材不是最好的，你亲我一下好不好？想得美啊！卖的是我的线条不？可以。那今天我们就变成黑皮体育男大好吗？据说这个游乐场就马卡龙颜色的，这水有点浅哎。你是会游泳的对吗？会的。我不会耶，我会一点点。早知道我就去做个游泳圈了。这个水都没到你的膝盖。不过说实话，你是这个池子里面身材最好的。是一直对着我泼水，那肯定他爱上你了。坐下来吧。上面有个啥？有管道的，是那个吧？我们去玩大儿童在玩的东西。那个好高啊，你自己玩好不好？我在下面等你。有啥好怕的？他这个脸怎么这么奇怪？哇，好丑啊！这项目。天啦！我要吐槽这个游乐园，就是我们所有的项目都不能玩，有身材限制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人数限制啊，反正轮到我们都不能玩。问题在他那里啊，我可是很苗条的。对，我80公斤嘛。那个我还头一次玩，就真的就是突然之间悬空了，你知道吧？你都给我冲懵了都。哇，你的背上都那个擦的都红掉了。我刚才问他疼不疼，他说不疼，钩子都给我磨疼。爽不爽？反应不够刺激。这个水很低。哇，好爽啊！比那里的水好。哦，这个水要公寒的。公寒，这一次都不知道黑成啥样，真的就成了黑皮体育生了。这不是你的梦想吗？理想、梦想谈不上。你有几块腹肌啊？6块吧。来，站起来看一看。有吗？这不是吗？有了。这里是到儿童乐园了吧？这个有漂流哎。哦，这个漂流好像是另外的要钱的，好像是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场是吧？对，这漂流100多，真的很不值。哇，好漂亮这个云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是恐龙哎。对吧？这不是那个娃娃鱼吗？娃娃鱼。我从它的背上踩过。它这个漂流是人造的。对，景区漂流比较安全，没有什么危险。不过这里景色还算是美的哦。我们做这个吧。不适合我这个年龄阶段。小朋友都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。这边有一个小伙伴的身材也不错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那还是没有你壮啊！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薄肌。那你的身材是男的最喜欢的？我是厚肌，我是牛蛙。
很无聊。因为我在练习鹅艇啊。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接见5大石壁之首的鹅艇吗？你别动啊！哇，好喜欢啊！来！天哪，我们刚才经历的是海啸级别的，笑死！差点把你的假鼻子打掉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等会儿用你的肋骨帮我再。我来看看，你的假鼻子还在吗？现在还在。所以你觉得值吗？如果是按它的正常票价，158一个人，对吗？对，158。就可能会稍微离预想的话差点意思，但是你买的票是不是特票？我这早鸟票，就是60块钱2个人，相对来说还可以吧。所以毕竟里面的蛮小的，我觉得玩水还是可以的，还可以的，但是项目真的很少，项目马马虎虎，所以推荐大家来这里吗？如果挨得近的，抢到了早鸟票的，大家可以来试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。就是我们时隔2周又见面了，然后你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说你要在杭州找工作嘛，对，要用15天的时间，结果呢？又回到起点了吗？有面试过吗？没有哎，一家都没有面试。有邀约，但是我自己还是有挑选，就是你也看不上他们，不是看不上，不符合预期。不符合哪里的预期呢？工作和生活我要平衡啊。你觉得他们加班的时间过长是吗？现在年轻人都是不是双休我就不去，我已经放低要求了，降低一些标准，大小休也 OK。也 OK。你投了多少份简历？几百份。那邀你去面试的有几家？10几20有吧。所以还要在杭州吗？再坚持半个月吧。如果真的半个月过后真的没有工作怎么办？回老家，然后再卷土重来。哎，这么难吗？现在找工作？确实，现在是环境问题啊，但可能跟我个人能力也有一定关系。你有认真在找工作吗？有。你长这样子也找到工作啊？一般啊。你有把自己的照片沙龙照贴在那个简历上面吗？有。你贴的是哪张照片啊？大学的照片。你应该贴现在的啊。没有拍。万一哪个高管看上了你，对不对？鱼跃龙门就不要找工作了。那没有啊，没有机会。你都是投的运营。对。不是说好要去做主播和模特的吗？我还没有投这个岗位的，但我其实投的主要还是电商了。主播行业的没有投。所以待在杭州15天还爱杭州吗？很爱。为什么？我可能比较是喜木吧。你算过命的是不是？那没有哎，就是天生比较喜欢树木。你自己觉得自己帅哥吗？一般。你硬件条件还不错啊，就是可以真的考虑去做主播啊什么的。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了。所以找工作现在花了多少钱？几千块吧。不过真的，你说实话，你现在如果再不着急找工作，这不应届生应该一开始就在找工作了吧？对。你和应届生比什么？他比我便宜，其实。对呀。没有优势啊。你的优势就是你的脸，这样会太伤你的心了。也一般，其实。还好了，算帅的了。你的脸是更受男生欢迎还是更受女生欢迎？你要说按画像来说，男生。对你来说，现在找工作是不是觉得很吃力？是。因为其实我的经验又不是很足，跟应届生其实没有区别。而且年纪又比他们大。对。然后又挑3拣4的。你也是了，这也是一部分。人家应届生就是做牛做马哎。那我已经当过了，所以说略有筛选。你投简历的时候就是被人回绝，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岗位不匹配。岗位不匹配。经验不匹配。经验不匹配。然后网上开玩笑一种说法就是，你跟他说我是炸薯条的，他说对不起，我要炸薯饼的。一般现在这种公司要的就是要么就是零基础的，这样好拿捏嘛，或者是那种能力非常强的，然后就是进去直接能上手。对，能上手就是可以干嘛干嘛的。你有后悔辞职吗？其实没有哎，我是属于
我如果不喜欢当下的环境，我是宁愿跳出来。现在有后悔吗？就是那些被你拒绝掉的面试的，也没有啦。如果是真的不想去，就不去了。就如果我不喜欢，我就算进去了，后面可能也会离了。但是说不定你进去就爱上这份工作了，应该很少人会热爱工作吧？所以完全没有考虑别的城市了，就准备就一直在杭州。广州也有考虑啦，因为我对吃的其实更感兴趣。那杭州对我来说，其实杭州不好吃吗？不太合口味。你在杭州每天都吃什么？吃外卖了。你是天秤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找工作的时候会有那种吗？就很纠结的这样。我对任何事都很纠结。谈恋爱的时候也很纠结吗？那倒不会。就是不爱就不爱，对，爱就是爱。对，也不会说想试一试。你没有感觉，你再怎么试，不可能因为对方主动，你就说那我试一试好了。但是会日久生情啊，从朋友发展成为恋人这样。那肯定是了解越来越深，那我觉得是还不错，就不可能有这个跨度，就好像我刚认识就一定要谈，其实在我这边没有。你有没有遇到过，就是一开始觉得这个人还蛮讨厌的，然后跟他相处下来觉得还不错？好像没有。如果我一开始对他不感兴趣，其实不会有后续进展，那就不可能出现我对他了解越来越多。那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倒贴货吗？我以前是恋爱脑，现在不是了。对。你谈恋爱是容易的吗？是什么容易？比如说我要跟你在一起，那个对方一定会说好的。我主动追其实更少，都是别人追你。有人夸你说你长得像那个没有割双眼皮以前的金城武。评价这么高吗？其实你应该是很想做模特吧？感兴趣了。其实会想，但不是说一定能吃这碗饭了，因为也是不可控了。听完我的身高就已经石沉大海。所以现在模特最低也要178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就跟人家抱着人家178就好了。但我觉得这会让我很难受，心里面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的事情我就不会说出来，虚报会让我很难受了。其实你一眼望上去178是有的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能穿鞋了吧？你去无锡做男模吧。算了吧。如果有一个模特公司，他手底下也没什么特别大牌的模特，然后找你去做模特，你去吗？我会去尝试，但其实我是 I 人。哈，你还 I 人啊？真的呀。但是我有听闻你每天晚上都要跟很多人聊天。没有都是固定那几个朋友。我也有朋友啊，我也不需要每天跟我朋友聊天的。然后你又爱啃指甲。是的。对啊，那你肯定是寂寞的表现。啃指甲为什么是寂寞？人家说就是啃指甲就是寂寞。但我其实焦虑就会啃。所以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寂寞。是的。所以你如果遇到糟心事，你一定是会跟朋友说的。我可能会说，应该是会说，因为我是一个纠结的人。有些事情我可能有想法，但是我会让朋友侧面、客观的来说一下这件事。那你朋友现在还在迁就你吗？没有迁就就是还是很耐心的在听你，还是说就是看你发了50条语音过后就回了一句好的？不会发50条，就10条5条这样。因为我玩得来的朋友都知道，私下都知道我的你话多是吗？性格和脾气了。然后他们就很敷衍的说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会。他们还会很认真的分析这件事情。对。我其实还蛮看重友情的，就是你有困难，如果你要跟我倾诉，那我会认真听了。所以你觉得友情是第一的？是。友情其实比爱情难得，对我来说是。所以你觉得爱情更容易？不是容易啦，好比你谈恋爱可能一直都会接着谈很多个，但其实说到底，你每一个都喜欢，但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好结果啦。但如果你有好朋友，一直都可以玩一辈子，那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。如果那个好朋友突然有一天不跟你联系了，你会去发消息问他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你可以没有爱情吗？其实说到底不行。你桃花好吗？一般，有点无人问津的感觉。这么惨的吗？range可以拓宽一点啊，接纳不同的那个族群就好了。不行。我觉得你可以靠你的美色去获取一些资源，帮你找一下工作之类的。但其实不行，我觉得还是靠自己了，慢慢找吧。你也不损失什么。不行。所以你不能接受潜规则是吗？是的。刚出来的时候你是信心满满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还好。当初就想，可能就今天这个结果找不到。对啊，最差的结果无非就是这样啊。
我有心理预期了。就是你在杭州还会再待20几天这样。对。所以如果8月份就是没有找到工作，那以后见你只能是在福建见到你的，是不是？也可能9月卷土重来了。就9月你还要再回到杭州，可能的。那就祝你这次真的找到好不好？真的得找到。所以你如果给自己的颜值打分，打多少分？7分了。你找了工作以后，你是要自己租一个寓居室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以后来杭州出差的话，就可以住你家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是说好了，就是只能租寓居室哦。好吧，那就今天就到这边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欢迎我们喜猪妹毛豆返场。我说了50，让你帮我洗一下，结果给我洗越那个了。就洗猪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洗吗？这么好的话。所以你上完那一期就立马光速分手了，是不是？好像你发的时候已经分了。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合适。不是在一起很长了吗？也要1、2年了吧？那不矛盾就差不多积累的差不多了。本来就是准备要分手了。也没准备吧，就只是想说冷静一下，然后想一想，或者说改变一下，结果就一直逼。就问你是想分手吗？我说好。还是单身？单身啊。就也没有谈过。现在择偶标准还是胖的吗 ？No。现在择偶标准是什么？没有什么择偶标准，看感觉吧，反正就是不能比我差，不能比我瘦，就是175或者180左右，我觉得上限在170斤以内吧。微胖可以，微胖我是可以的，就有肉一点嘛。我只是不喜欢瘦的男孩子。如果他脸是你的菜，但是身体很胖，可以吗？也不太行，就必须身体也要在一个范围内。就这么说，我遇到过，就是那种脸还蛮好看的，对呀，但是身上就是有赘肉平的，然后肚子又有点大的，我就不行。你至少要匀称吧？那你自己都没在健身，你为什么要管人家匀称不匀称呢？他匀不匀称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他要进入我的生活，那肯定是有我的东西啊。2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不就是感觉吗？需要药引子的，你的药引子就是你的身材和脸。狮子座嘛，高低还是得要看一下脸的。但是在我身上有个 bug， 至少我谈的所有任，或者说比如说我平常出去跟我朋友玩，比如说有时候路过一些男孩子，大家可能会指点一下，看那个男人好帅。就我经常说帅的那些男孩子，我朋友他们90%以上的评价都是丑。所以你不是喜猪，你是恋丑。我已经迷惑了，就是我觉得好看的，或者我觉得挺不错的人，他们都觉得都说哥们儿吃点好的吧，反正就是大部分都是这种评价吧。所以这一期播出以后，就是不是猪猪来发你消息，就是丑的。你能给我看一下你前任的照片吗？就已经删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照片，留着干嘛？下次谈恋爱我是不会再给人看我手机的，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了。经验教训，血泪教训好几个了，都这样子。没有谈过5、6年的，不可能碰我手机的。我可以答应给你看，但是得5年以后。你最长一次谈多久啊？4年多。好，我每一段恋爱基本都是2年左右。你现在要找大的还是小的？我不太喜欢小孩子，我觉得有些小孩子我聊不到一堆去。我本来也不喜欢聊天，如果还聊不到一堆，我就没兴趣。要比你大多少啊？不能太多了吧？视觉年龄不能大太多，我可以接受这个视觉年龄。所以下一回还要再异地恋吗？我不排斥但是要能见面，就是1周或者1个月见2回，或者2、3回吧，或者最少得有1回吧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呢？就我只能接受江浙沪地区这种包邮地区是吗？包邮地区。所以现在大家见到你就是叫你喜猪妹，那也还好吧。你的粉丝的辐射范围好像长沙、湖南的可能少一点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外号了。你当时发完了之后，好多我微信的朋友就是给我发私信，喜猪妹在干嘛？是的，好多，而且都是好看的。所以他们有为你去吃胖吗？倒是有人说他现在多少高多重，然后他说让我等他一下，他说多吃点，这种算吗？算啊。为什么单身这么久啊？1年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吗？我很宅，你信吗？就我也不出去玩，我不爱社交的，所以说我认识这个也不认识2个人啊。而且我现在我觉得谈恋爱也不是什么，就是怎么不谈恋爱会死嘛？分手你缓了半年，你走出来你就要去谈恋爱嘛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，我只想让它锦上添花，我不会说特意去为了谈恋爱去找个人干嘛的。
那你可以一直单身吗？我谈上一段恋爱之前，我好像已经单了2年半，快3年了呀。你快30多了吧？管我，反正这个岁数在这个圈子里面也不是什么很那个的事儿了。如果35岁还单身，会不会很可怜啊？你呢？你现在有对象吗？还好吧，我身边好像还没有30多岁的男孩子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染个头发？再不年轻就老了呀。时间过好快啊，都1年这样歘就过掉了。我们上次见面是1年前嘛？对啊，想念那个鲫鱼吗？不知道是谁点的，好像是鲈鱼吧？对，哦，鲈鱼也分手了。我知道。上我的节目的就90%、80%这样会分手吧。你的 T 恤是有什么含义吗？特意为你穿的呀。但是我不玩这些。我也不玩，我是一个乖孩子。但是你纹身不是已经暗示你那个了吗？这个我是真不知道，后面才知道的。我跟属蛇的这个生肖的也还蛮那个的，蛮搭的是吗？对。你是属什么的？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不就知道年纪了。我跟你说倒是没关系，我跟你一说不是那个什么了不？实际上也没有很大，但是所以你对年龄是有焦虑的。我没有焦虑，但是我不太愿意告诉这些事情。好，那如果有一个男生问你几岁啊，你说吗？不说，我会问他说你看我像几岁？他说几岁就是几岁。因为我觉得问年龄又没什么意义啊。你会在小软件上面把自己的年龄写小，是不是？谁都会写小吧，但我都没怎么关注这个事情。你不说我要回去改一下，我觉得每年都停留在就是永远就是在那个数字上面去改。几岁以下？30岁以下。哇，这里的菜价真的好贵哦。景区啊，到我了。它一个肉菜基本上都要50、60。好，谢谢毛豆哥哥请我吃的午饭。没有谢，你应得的。那个背景显得你好白啊，整个人。那就最好了。我就前段时间钓鱼又晒黑了。哇，这里简直是钓鱼的圣地。今年还没钓到鱼呢，钓了好几回了，空军了好几次了，我都。自己的鱼塘有鱼吗？我没有鱼塘哎。所以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我还喜欢纸包鸡，就是白皮纸包鸡是我的叉 P 之一。那你有谈过这种类型的吗？没有，没遇到过。都是会比纸包鸡再更胖一点。绕不过去了这个话题。我平时不怎么喝奶茶，我1年都能省几千块钱的奶茶钱。那你把钱都花在哪里呢？存起来，我不怎么花钱的。现在有存多少钱吗？偷偷告诉我后面有几个。有一点了，我真的就是属于那种爱存钱的人。我花费很少的，除了我的车贷、房贷。所以车子、房子都是你自己在还？对啊，一直都是自己买的。好惨。好惨。希望这个视频发出去，我可以不用自己还。广告位招商，像真的就是圈子里面这些人，所有人喜欢的东西我都不喜欢，所以我不怎么花钱，我也不看综艺，我也不爱看电影。所以你这一期上完以后，就万一还是没有成亲怎么办？我已经放弃了，就这样吧。欢迎我们的新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不二鸭，鸭的话是乌鸦的鸭，那为什么不叫鸭子的鸭？鸭子不好听。然后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的话是24周岁，然后那个在夏天的时候会是25。夏天的话什么星座啊？双子。然后今天也是我们随机挑选一个肌肉男陪我去泡汤的系列，就是你之前扬言跟我说你是你的健身房里面练的最大的。对，因为那个健身房里面确实没什么肌肉男。是小区的健身房吗？对，小区的健身房。就你现在有几块腹肌？现在的话，还是看光线，光线的话4块吧。2块你也太可怕了。所以你说你练的大，你指的大是什么意思啊？肌肉维度。你是纸包肌吗？还是说你是精壮的？冬天过后相对来说纸包肌一点。那应该很多人喜欢纸包肌的了。你喜欢就好。今天我们也是找了一家露天的，大家可以尽情欣赏我们男嘉宾的身材的。大家喜欢就好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就去吧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冲完澡就可以来泡温泉了。这牛奶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牛奶是里面会加牛奶的，你尝一下有没有牛奶的味道啊？那不给。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腹肌拍出来？
胸肌蛮大的。所以你肱二头肌是厉害的吗？还行吧。哎，你还刮毛嘞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要做毛发管理，这样会好看很多。但有毛不是很性感吗？我觉得性感应该不需要通过毛发来体现的。那你性感是从哪边体现啊？从身材啊，从脸啊。所以你觉得你的脸是有性张力的，是吗？对喜欢我的人来讲，应该是有性张力。所以刚才那个牛奶浴里面，你的皮肤有变滑吗？有哎，丢丢。这个的作用是什么？所以你觉得这里的水会是那种吗？自来水加热的吗？自来水加热应该不至于吧？让我想想，那说不定的。可以这样拍。那你是做什么的呢？我做知识产权工作，就是那种专利代理，就是法律方面的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温州人。那你觉得你的脸和身材，你觉得哪个更受大家的欢迎呢？大家平时主要看的都是脸嘛，那应该是脸。所以你这个身材是练了几年啊？我从22年9月开始练，那就差不多快3年。那你现在是满意的吗？我觉得我体脂可以再低一点，维度差不多了。所以你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？最理想的样子可能体脂率10吧。那你觉得健身给你带来什么了吗？自信。你以前不自信的？以前的话，至少自己对自己不满意，也是希望自己的身材能够更好一点。那你觉得你练得最好的是哪个地方？目前来说应该是手臂吧。如果别人叫你牛啊，你会开心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开心啊。别人说你牛啊，就说明你线条感很足。那如果别人叫你是虾呢？叫我是虾的话，随他说吧。其实每个人的审美确实都不一样，他觉得我不好看，那他只要不看我就好了。就是一方面是他没必要这样说，还有一方面是我没有必要在意。所以腿你没有在练？我没有练腿，但屁股是蛮翘的啊。基因嘛，我爸妈给的基因好。是我有每天爬楼梯。你住几楼啊？没有说你家住几楼？家住10楼，我在公司爬。平时白天上班，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会爬公司的楼。你会游泳吗？我会有点蛙泳，它这个座位好浅，小小个。所以你觉得你正脸好看，侧脸好看？我更喜欢我侧脸，就是感觉线条会比较清晰。那你觉得自己是丑帅的吗？是啊，就是角度限定，是不是？一方面是角度限定，还有一方面是状态限定。比如说，可能吃肉吃多了，吃盐吃多了，第二天开始水肿。那有人说你是土帅吗？好像也有，但是说的人不多。那你丑帅是开心的吗？说你至少说我帅了还挺开心的。其实这是每个人的审美问题，在每个人眼里，我的样貌是哪种类型，我觉得都可以接受。水好啊，清澈，细看还是会有那种角质的啦。然后你跟我聊天，你都会发自己的表情。是啊，我有自己的表情包。所以你跟别人聊天就肯定会发自己的表情包。对啊，那不是很自恋吗？会有点自恋，我在公司也发。但是你又跟我讲你有点自卑。其实自卑的话，主要是跟更好看的人比起来，会有点自卑。但是自恋的话，就是有时候人肯定是要欣赏自己的，对吧？不然活不下去的。世界上好看的人太多了，就是会有一些觉得自愧不如的地方，这时候就会有自卑。而且我自卑的点和自恋的点其实不太一样。我自卑的点的话，一方面在我的体脂，一方面在我身高。然后那个自恋的点的话，主要是看脸嘛，还有肌肉的维度，侧重点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你说一下，你觉得男生最好的身高是多少？这个还真说不出来，应该175往上。你就觉得到175就 OK 了？175可能还差一点，可能差不多177吧。那177和175有什么区别？看着好看。175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感觉是中规中矩的身高，但是如果到理想身高的话，应该是要再往上，好吧？我对这个看得太重了。对呀、哇，你这很土帅耶，东北大汉，有点像胡军的感觉。胡军是胡军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是健身前谈恋爱比较容易，健身后谈恋爱比较容易。应该是健身前比较容易啊，健身前比较容易，就大学的时候。是的，我健身之前谈了3段，健身之后只有1段。为什么？是你的标准变，你自己往上提的，是不是？
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标准往上提了，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喜欢我的人会觉得我的标准会高，所以有很渴望一定要找一个对象嘛。去年秋天的时候是有，现在的话找一个对象的话，我会觉得那说明是真的蛮喜欢的。去年秋天那时候纯粹就是生理意义上的一些驱动，那后来怎么解决？就这样就熬过去了，什么也没发生。你会同时跟很多人就是约会吗？不会，就是只能1对1的。就可能会有交叉的情况。交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我不找他，他也不找我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但是可能他觉得我还在跟他处在这个关系里面，但是实际上已经互相不联系，可能超过半个多月。那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状态，所以就默认是差不多算结束了。所以你在情感里面是比较理智的。如果确认了关系的话，我蛮恋爱脑的。红酒味，不知道有没有酒味？你尝一口啊。这个如果穿白色的泳裤会染色吗？目前没染上。好暖和，好像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。哇，这个光线好好。预资还包含饮料自助、水果和冰淇淋自助，但是种类不算多。所以这130多，你觉得划算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你是很爱吃冰淇淋吗？很爱啊！我现在最近的身材焦虑就是，就是今天这道坎过去了就好了。那万一今天我这期发了以后，人家说啊，这个身材也能上这个吗？那你会什么反应？至少亚楠喜欢就好。